人事部是吧？我看了这个糖果的简历，他之后再也没有来公司报道是吧？好。向上延伸，去保持呼吸的平稳均匀。去感受整个身体的稳定，双腿的力度。将我们的意识来到……别练了！你是印度来的老师吗？这分明就是骗人的！你看你们在干什么？没想到一直说要节约一切时间来做有用事情的糖果博士，竟然还会去学瑜伽。没想到看起来像个老古董的人也会扶持人。我去学静态瑜伽，是想通过静态瑜伽让自己的神志集中，找到思维更加清晰的方式。这样我在研究复杂课题的时候，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还能工作后让大脑休息。可是你去的那个瑜伽工作室只会教你形体上的动作。他们是奸商，骗我说是印度归来的瑜伽大师，专修静态瑜伽，结果就是拿催眠曲糊弄我。我有一点想得不太明白，你说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拼，是为了什么呢？老年买2个包子。好。哎，对了，那个卖包子的大妈，你猜在我们聊天这段时间里，她卖了多少个包子？8个。老年我拿回去啊。哦，这什么？你神了！你真的是天才。没错，你的确有过人的智慧，但这是老天赋予你的财富。可你有没有想过，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做出过一件让你获得强烈满足感的事情？你看，就像那位大妈，她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事情，来赚取养家糊口的钱。对她来说，可能都已经淡然无味，越来越机械化。反倒是她偶尔从顾客那里获得微笑或者赞美的时候，我相信她当时的满足感一定非常强烈。甚至从那一刻起，她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更强大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你的才智应该用在更加对的地方。我在江车等你。来，各位停一下手头上的工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糖果，新来的。是，新来的。那糖果，要不你就坐这儿吧。我要坐那。行，那大家继续工作吧。叶工，这位你见过了吧？
叶公您好，欢迎你。那就麻烦叶公以后好好带带唐公。放心吧。我不需要别人带我。啊？没什么。果然是李岩峰2号。特别聪明，但性格有点怪。面试完不签约，还说要考察江车，这脾气你得多担待了。厉害了。啊，就是苦了你了。我知道，老规矩嘛，将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咱们江车做出贡献。原来的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年轻人敢拼敢打那个劲头，你就没点感触？感触当然有感触了。我不是否认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是必由之路。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自主研发好像对云来项目的推进速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谁也没办法确定时间，在哪个时间是最合适。允许有试错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兴许就过去了。那万一要过不去怎么办？喂，我是李建业。兰溪城铁脱轨？脱轨？目前情况怎么样？情况比较紧急，请放心，我们江车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是不是最早的那批莱恩锡的事？那个夏秘书，你马上通知王总工、林真一到会议室开会，我马上就过去。年姐，出事了，城铁脱轨。什么时候？在哪儿？莱恩锡。国外啊？对，莱恩锡的富士集团。富士集团，就是进口江车集团机车的那个。对，年姐，你看，网上的报道都已经出来了，富士集团就是从江车集团进口的机车。准备一下，马上跟进报道。好。凤，出事了！莱恩锡的城轨出事了！哎呀，莱恩锡的城铁机车脱轨了，这网上都爆炸了。The Fushi Group's coastal line accident has been out of service. The rescue has arrived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你是不是得回家看看他？我就不回去了啊！你是认真的吗？你再想想，我知道，你回去之后可能就回不来了，咱们这个工作室也黄了。可那是你家呀，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想回去看看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爸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决定，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人家根本都不需要我。你这是跟他生闷气呢？我生什么闷气啊？我至于生气吗？人家嫌我没为家里做贡献，就逼着我跟那个女的结婚。后来我逃婚了，就说要打断我的腿，还把我银行卡全都给停了。他把我当什么了？现在集团出事了，我也没价值，现在回去还不知道怎么办。你爸真是养了你这个白眼狼。我不是白眼狼，那我有什么办法呀？那现在机车脱轨，我又不是李岩峰，我又不会修机车。机车脱轨，坏了！我们家脱轨的机车，好像是几年前在江车集团进口的那一批。啊？林真一他们造的？好像是吧。这可真是出了大事儿了。
好的，看看吧。一会儿，莱安西方面还把相关的情况也邮件寄过来。事故发生在今天当地时间9点35分。目前呢，知道的是有数十人轻伤，5人重伤。目前还没有死亡的报告。事故原因初步定为机车本身的故障。机车本身故障？是，至少新闻里现在是这么说的。这个是咱们出口的第一批整车机型。看来马上就会有一波对我们不利的消息要泛滥了。已经有了。外面很多媒体报道的主旨都在说我们中国制造的机车不可靠，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甚至还有些媒体拿旧事来重炒，说莱恩西试车事故如今历史重演。我说2点啊，第一，配合莱恩西方面尽快查找出事故原因；第二，在最短时间内修复机车。这次事故，作为总工程师，我有很大的责任。机车在轨道上跑，出任何问题，那都是我们的责任。既然问题来了，就必须要解决。我们现在不是要追责，是要马上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儿？这是需要细致的勘察，给出一个专业的、让人信服的结果，才是当务之急。事故车在莱恩西，我想应该派技术人员过去看一下。现在要启动应急预案，成立莱恩西生铁事故应急小组。杨总恐怕得辛苦去一趟。好。另外，荆州，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出几个工程师，陪同杨总一块儿去。这事儿得抓紧啊。明白。具体去谁，你们定。但是呢，不能影响原来的订单进度，明白吗？明白。真一，哎，荆州哥，你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情况就是这样，你尽快看看。今天就得出发了。你跟李岩峰一起去。李岩峰？为什么是他呀？因为李岩峰比较熟悉莱恩西的情况，再一个，他技术完全没有问题。我不同意跟他一起。振一，你现在为什么一提到李岩峰反应就这么大，甚至影响到你工作上的判断？你没发现这很不像你吗？以前工厂里也有人喜欢你，但是你完全不当回事儿，更不会影响到工作。振一，有些事情不是逃避就能够解决的。比爱情少一点，比亲情又多一点。现在你对于林正一应该就是这种情感。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一起。青州哥，你是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呀？哎，你决定好了没有啊？谁去莱恩西啊？现在决定让林工和李岩峰一起去啊。师傅，能不能让叶公和小墩儿跟我一块儿去啊？干什么呀？李岩峰挺合适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叶大兴和小墩儿他们得盯着云来的事儿。虽然说转向架技术现在攻克了，但是电机毕竟还没有呢，所以叶大兴不能去。哎，可是我……你可是什么呀？你可是，你上回惹的祸我还没给你算账。小孩子脾气差不多就行了啊，出去老实点啊。那个出去以后，技术上都听你的，其他的一切听杨总的。知道。啊，还有，你记住了啊，你这趟去是李岩峰的领导，他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你指挥啊。
振一，这是工作，要公私分明。我已经让小张帮你们订好了机票，你赶紧回家收拾行李，等一下跟杨总在机场会合。我今天去兰溪了，你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我不回去。嘿，你们兰溪不是有一句谚语叫什么来着？哦，对，艰难时刻抱成一团吗？抱什么团啊！我现在要回去把四月天抱来了，还抱团？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看见我爸，你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还不是你让我骗你爸呀？这哪是欺骗，这是保护，大哥。反正你不能跟他说，你要跟他说了，咱俩就绝交。行，我知道了。好了。林叔，我这眼皮怎么总跳呢？老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哪只眼睛跳？右眼，不会要出什么事儿吧？哦，没事没事，迷信说法你也信呢？我就是跳的厉害嘛。唉，我心里不踏实。是福不是祸，是祸他也躲不过呀。严记者，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江车现在不接受采访。那小张，你们谭总监呢？谭总监说他马上就到。谭总监，谭总监，是你啊！现在网络上议论纷纷，但是你们江车却一直不发声，不合适吧？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大多是通过网上的报道。江车集团的工程师已经前往了安溪。另一方面，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来自富士集团的正式事故通报，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一贯用无可奉告的口吻来敷衍你们，就显得我们有些轻慢了。谭总监，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放弃这次采访？也不是放弃，我只是希望等到我们了解到事故的真正原因，那个时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目前，境外大多数媒体都是在幸灾乐祸。民族工业发展的确实不容易，江车起步晚，地死薄，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奋力追赶，埋头苦干。但是确实离高水准机车企业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不求得到你们的帮助，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给予我们理解，让我们喘口气，好好想想接下来的应对措施。原来你口才不错。那希望在事故真相出来之后，谭总监能够遵守承诺，第一时间让我们做报道。没问题。毕竟这要是在1年前，你应该会用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词汇来敷衍我。但是现在，你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谢谢理解。哎，真也，那个，我没约到车。
江车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派出专业的工程师团队前往莱恩溪善后，并承诺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故障分析报告。这次事故引发莱恩溪铁路公司管理层大地震，有媒体推测，这次事故将是莱恩溪铁路和江车多年战略合作关系的转折点。事故的责任方究竟是谁？江车又如何应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危机？请持续关注本台记者年年的跟踪报道。好了，到这儿吧，咱们回。走。面煮5分钟，捞出后放入炸酱、黄瓜丝。护关节的健力多，每天吃2片。见。糖果，你怎么来了？有事吗？谭总监，我有个要求。要求？我要进入难度大的项目组。为什么？据我所知，一个是云南的项目已经进入了研发制作阶段。另一个是莱恩溪富士集团称轨脱轨机车维修，我看过他们的事故报告，还没有查出具体的原因。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应急事故小组，杨总、林工、李工这些技术人员都已经前往莱恩溪处理事故。情况怎么样呢？目前还没有消息。云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研发设计，但是要把图纸变成实物，这是相对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所以这2个项目之间并没有更困难或更复杂之说。既然这样，不如交给我，我可以兼顾2项。这样吧，我先不决定你到底在哪个项目组，但是你是江车新来的员工，每一个新来的员工都是从助理工程师开始做起。还有个要求。还有？假如我在江车找不到适合的位置，我就会主动辞职。如果你不合格，不用你主动，我会辞退你。田老师，这些又是粉丝送的。是啊，还有海藻叫醒水啊，我看卖的很好，一直想买套试试来着。真羡慕你，有这么懂你的粉丝。你要是喜欢，你就拿走1盒吧。真的？那我不客气了。哎，你把那新书整理一下。好。小新，严记者，田老师呢？田老师在那边。哦，好。新爷，哎，年年又在构思新书呢？哎呀，不是，是有一个读者微博私信我，向我倾诉感情困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解他了。什么感情困惑？这个男生爱上了一个女孩，爱了6年，在这6年当中，他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跟别人分分合合的，却从来不给他一次机会，他很痛苦。他又没法爱上别人，所以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求不得也放不下，这种煎熬，也只有过来人能懂吧。我本来也想劝他放下，但是我觉得这样答复他可能对他帮助不大。
如果他真的能放下的话，他也就不会写信来问我了。或许可以劝他带着这点遗憾，乐观的往前看。人生又不是只有爱情，还有很多美好。只要带着发现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快乐随处都在。您在记我说的话吗？我随口乱说的，您就发出去了。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我只会说说理论而已。哎，这个送给你。水循环，这怎么好意思啊？哎，这补水效果很好的，女孩子怎么能拒绝变得更美呢？当然，你也让我表达一下感谢的心。谢谢你。你跟静州最近怎么样？自从他们机车出事以后，他忙得要命，我也一直在做他们的新闻，没时间休息。那你跟我们家静州聊得来吗？怎么说呢？就好比这本书吧，它没有华丽的书皮，从外表上看来，这本书一定很乏味。但是有一天，这本书被不经意的翻开了，才发现它的内容并没有那么乏味，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善良、正直、有责任心，他甚至可以因为工作完全失去他自己。我觉得总的来说，它是一本可以花时间来阅读的书。看来你越来越了解我们家静州了。你知道吗？静州这个孩子，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一次实验事故，双双离开了人世。他可以说是在我们江车大院里被所有的叔叔阿姨一起带大的，所以他从小就很懂事儿，遇到任何事情都自己扛着，不像一个小孩子，就像一个小大人。我一直把静州当做自己的孩子看，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真的琢磨不透他，因为他把自己包裹得很深。当然，失去父母的这种痛，你让他彻底忘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静州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应该配得上世间所有的快乐，所以年年你要好好帮帮他。杨志刚他们在莱安溪的进度怎么样？真一和李岩峰都已经在加班加点了，应该很快就能找出事故原因。是，要尽快。时间越久越被动。明白。董事长，接个电话。喂，晴姐，你回来了？啊，对对，我在公司呢。哦，好。那一会儿见啊。王晴回来了。王晴回来了。这杨志刚怎么不早说呢？待多久啊？他说待不了几天就得回去了。这事儿，你说你早说，我就派给别人去莱西就完了吗？这可好，王晴回来了，这杨志刚去莱西了啊！这夫妻2个又错过了。难怪之前杨总要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留给我，可不嘛。那我就先给嫂子去送家门钥匙了。好，你赶紧去吧。好，走了。嫂子，哎，金州，
好久不见啊！哎呀，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你要回来。集团派杨总做领队去莱安西了。其实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去就可以了。没关系，还是工作重要。把钥匙给我吧，还辛苦你跑一趟。对对对，这一晃就是3年过去了，嫂子你应该也要调回来了吧？快了，我这次回来，除了向领导汇报工作以外，还要就目前中非的情况，在非洲合作项目的引导下，制定新的企业项目计划。这次项目合作的宗旨就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努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没错，想要致富就得先修路啊，有了路才能跑上我们的这个高速列车，对吧？那这些年中非的这个项目进展怎么样啊？这些年中非的基建已初具雏形，也该是你们上场的时候了。中非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城市轨道需求量很大，当然了，竞争也很激烈，这就要看你们的实力和营销策略了。我对我们江车绝对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江车也有这个实力。我发现你们江车人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董事长还有老杨都一样，只要一听到商业契机，这2个眼睛就开始放光了。是，哎，嫂子，那我们是不是得开始准备了？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准备。好，嫂子，那这次回来待几天啊？我就待1晚就走。明天开完会，我就想回趟老家看看儿子。阳光一直在外婆家，我得去陪他几天，之后还得回去呢。哎，是啊，这几年阳光一直跟姥姥住，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行了，你赶紧去工作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好，谢喽。那你自己上去没问题。可以，你快走吧。好，嫂子，我先回去了。辛苦了。哎。杨总，您看，电机故障，还有其他问题吗？控制系统元件有一部分损坏，主要还是因为电机烧毁引起的。这批电机是当初从门泽尔引进的，如果这次再从门泽尔引进，肯定是不合适的。具体的维修方案，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修，肯定得修。虽然电机是别家的，可是我们是整车出口。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电机的问题。但是根据车的主要状况跟莱恩西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把车运回江车，再全面检修。对，虽然这样大费周章，而且费用也很高，但是运回去全面拆解检测，这样对后续的机车生产有一定参考价值。先把具体方案提交上去吧。好。走吧。杨总发来的资料和方案看过了吗？说说吧。我认为整车运回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是值得。相反呢，我们现在设备人力都不足，如果去莱恩西检测维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修得好，这样外媒会怀疑我们的实力。金州，你说呢？我也更倾向于能把整车运回来。原来这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们人手的确不足。反正不能让莱恩西的事故处理影响到原来的订单进度，留给咱们时间不多了。告诉杨总和富士集团商议，把机车运回江州。好。
董事长，哎，杨总，你先忙。好，杨总，今天呢是我的私人宴请，也算是我的一份诚意。我们公司现在正面临着最艰难的时刻，这次的事故啊影响巨大，对公司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谢谢富尔董事长的盛情款待。首先啊，我代表江车集团向您和贵公司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次的事故呢，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现在发生了，我们难辞其咎。同时呢，不要因为这次的事故影响到我们今后的合作。你说的对，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及时补救才是最好的良策。是啊，我们呢综合的考虑了一下，还是准备把机车运回江州去维修。如果在莱恩西维修的话，会被媒体追踪报道，节外生枝，引发事端。另一方面，运回江州去维修，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备件上，我们都能更快的去解决问题，节省时间。当然，后续我们还会以这辆故障车作为一个蓝本，对其他的所有车辆进行维修，避免类似的故障再次发生。这个是我们制定的维修方案。那也只能这样了。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另外呢，还需要你们提供数据的支持，来证明你们江车的质量安全。没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整车送回江州维修的具体事宜。另外关于这次事故的这个赔偿呢，我们还要就具体事宜进行协商。不知道董事长您什么时候来江州啊？我就不去了，我会派代表呢去江州议事。也好，我们一定会给您及贵公司一个满意的结果。希望这次能够顺利一些。感谢董事长您的信任和包容。来，13、14、15，再蹲下去点儿，行不行？快，我给你拍照。16、17、18，行不行？你继续啊！老公，那杨总去莱恩西处理事故有消息了吗？还没，应该快了。还没消息。哎，我听说这次出事故的机车是最早和莱恩西的那批啊。虽然是跟莱恩西合作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好，肯定影响咱们江车集团在国际上的地位。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自主研发的关键时刻，容不得半点差错。也是，本来你说之前因为跟莱恩西城轨机车合作，才有了上次试车的机会。你快别提上回试车了。怎么了？那上回试车咱们要是不出点差错，那订单能被那门子来抢走吗？哦，对，都行了，不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快接着来，所以说嘛，老姐，我们已经失去一次机会，这次绝对不能再把之前建立的合作关系给毁了，你明白吗？咱们以后呀，每一次的实验，包括每一个零部件，都必须得做到啊！继续，零误差，零损失，知道吗？是，别休息啊！零损失。来，再多点，30，快点，别偷懒啊！再蹲一点，31，跳得太慢。哎，你们干什么呢？吴江河，你快站起来！蒋哥，不带你们这么欺负新人的。郭公，捉弄新人好玩吗？
不是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欺负新人了？你误会了，他们没有在欺负我。你这还没有呢，都累得满身大汗了，还替他们说话。不是，我在接受惩罚。惩罚啊！过分了啊！你们有什么资格惩罚新人？小吴，这彤彤是你家亲戚啊？不是。这彤彤，你是对我们家小吴有意思是咋的？蒋公，真有意思。反正我不管，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欺负新人。让我跟我说。哎，我蛙跳还没做完呢。怎么软柿子是人捏呀？不是，你真的误会了，他们没有欺负我，我是自愿的。是这样的，我们团队内部做了个实验，谁的实验报告要是写错了，谁就做蛙跳；他们要是做错了，他们也做的。我们对设计和制造都要求零误差，所以吴江河，你是一个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上不允许你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你明白吗？是。继续。不早说，讨厌。你也没早问呀。讨厌。继续，继续，几个了？就从头开始。11啊！哦，你不说根本记不住，我跟你说。1，2，把你的胳膊甩起来！哼！教授，好久不见了。董事长，好久不见了。小付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你照顾他。董事长，您太客气了，没什么照顾不照顾的。付跟我是从小最好的兄弟，一切都靠他自己。能不能麻烦你带句话给他？您说。快30岁的人了，不要总像小孩子一样耍性子了。行，我一定带到。谢谢你。小福，哎，你小子深藏不露，艳福不浅啊！什么艳福不浅啊？装，接着装。我装什么了？不是你说我什么？我真没听懂。我觉得呀，彤彤肯定喜欢你。彤彤喜欢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听说刚才你受罚，他还替你打抱不平来着呢。你说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犯得着这样吗？人家姑娘就是热心肠，再说平常时候都跟咱们关系处的挺好的，这跟喜欢有什么关系呀？你啊，你小子真是不解风情。我跟小晴谈恋爱那会儿，那我们都得帮对方打打饭呀，去图书馆占座呀什么的。你说要是有人欺负他，那还得了？我跟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彼此都愿意为对方付出，这就是爱情啊！你再看彤彤，他是不是每次来设计楼都找办法跟你说话，还带那些饺子呀、零食什么的，是不是你吃的最多？那人家也没说喜欢我呀。人家彤彤胆子就算再大，那喜欢你，人家也是女孩，这种事儿肯定得你来说，是不是？小晴当时那么喜欢我，到最后也是我主动追的她呀。我可不敢。要不我去帮你说说？哎，别，多尴尬呀！你肯定是想错了，对，理解错了。李岩峰，现在是工作时间，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当然了，你说吧，是讨论维修方案的事儿，还是富士集团赔偿的事儿？我工作态度很好，随时待。你工作态度哪儿好？我问你，今天什么场合？你看看别人哪像你一样穿的这么随便？我怎么了？我跟老傅关系那么好，他不介意不就完了吗？再说我穿的怎么了？
我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卖身的。你是不是觉得你跟 Four 关系好，所以你就无视规则，自由散漫？我自由散漫。对。林之意，我哪儿惹着你了？莫名其妙。你去哪儿？我自由散漫去。我来这个学校5年了，可是我一次都没在这个足球场踢过球。为什么呀？足球的灵魂是团队，如果没有团队，光靠一个人的打拼是抵挡不住劲敌的。你呢，和木头都远在中国，而我只是孤身一人。你不是还有 Four 吗？不一样 ，Four 的身上没有中国人的影子。那我们现在又重新是一个团队的了。还能像以前一样吗？其实我挺后悔的，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开了那个车，没想到导致试车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试车失败，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好吗？如果我还在兰溪，你还在中国，也许我还是你心中那个喜欢欺负你的小胖子，你呢，也是我想要欺负的林真二。其实那个时候你总欺负我，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对吗？是啊，还挺幼稚的吧？嗯，跟你当试车司机一样幼稚。试车失败，其实我挺怕你恨我的。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思念，在见了面之后却变得如此恨之入骨。准备发车。准备冲刺最后的时速120公里。住豪宅，和莱恩熙富士集团的公子称兄道弟。哎，真儿，这不是我的车，你听我解释。不是，莱恩熙试车失败是有人故意搞鬼的，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为你解释清楚。你够了，你一点都没品。我还是这么无可救药。你知不知道，你毁掉的是江车12000人的希望。林仁一，我犯的错我会弥补的，我发誓。可怕？我有这么可怕吗？
其实也不是可怕，你没错。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生气，特别生你的气。我真的希望可以不管一切，好好的发泄一回。你已经发泄了呀？把我的车让你给砸了。后来我知道，你竟然就是那个试车司机，是你让我们整个江车集团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承认，是我没考虑周全，一心想要证明自己，没想到却把他搞砸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了，而且也补救了这一切。你看，看见了吗？那个球员呐，明明想要进球，一心想要证明自己，却每次都失败，让观众失望。其实他没有一直都失败，他也有成功，特别是在跟他的队友并肩作战的时候。这儿，原谅我，年少轻狂，毁了你第一次试车。看在你后来表现这么好的份上，我原谅你了。哦，我们两不相欠了。杨总马上就要回来了，到时候故障车也会运回来。那接下来云来项目和莱恩锡的事故，维修研发一起并行，我还真的有点担心。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哎。这林真一、李岩峰两个人这么快就能查出机车故障的原因，已经给咱们省了不少的时间了。接下来咱们就是维修科研一起抓，拼呗。是，他们两个不闹脾气的时候，的确是一对不错的组合。你说李岩峰那个闹腾劲儿，在林真一面前真是好多了啊！俩人一物降一物。不过这起事故对江车影响还挺大。虽然问题出在门泽尔电机上，但是客户和乘客，他只会关注这是江车的故障车。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用了别人的电机就减轻自己的责任。事故毕竟发生在咱们的车上，那就是江车的责任，咱们得扛。明白。等故障车一到，立刻拆装，全面检查。辛苦。哎，我一直挺好奇的，你怎么在这儿念了5年都没毕业？哎，是我不想毕业，什么没毕业？哎，我是说，你没有拿到毕业证，可是你却是个机车专家，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只是单纯的喜欢？要么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你就会在脑海中不断的温习他，他喜欢什么，有什么习惯，有什么习惯性的动作，还有什么喜好，爱喝什么，爱吃什么等等一切，你会一直在想，脑海中挥之不去。可能这个比方不太恰当。这个比方很恰当。你呀，就没有穿高跟鞋的气质。你有气质你穿啊。
你动一动啊！我动了，我动了呀！干什么呀你？来，穿我的。你有脚气吗？脚气没有，但我半年没洗脚了。行，来，我住。888，走啦！哎，你等等我呀！哎，你等等我呀！我拔出来了。哎，换鞋啊！父，我这儿准备好了，咱们爷俩聊聊。你知道《封神榜》吗？知道哪吒吗？你说哪吒闹海啊？可以呀，可以呀，知道哪吒闹海就不错了，国际友人呐。这《封神榜》里边有一句话：“无仇不成父子。”什么意思啊？哪吒和托塔李天王两父子的关系不好，这你和你爸爸的关系也……你爸爸掌管着整个集团公司，不容易呀。那每天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现如今，江车和你们家都遭了难了。我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你说你就坐在那儿，跟个没事人似的呢。林叔，我不是哪吒，我爸也不是什么托塔李天王，我早都看清我爸了。是家里现在是出了事儿，可就算我想管，我爸看得上我吗？要我说啊，您就该吃吃，该喝喝。甭操那没用的闲心了。我真想一巴掌给你打醒喽！我说您是太平洋警察啊，管这么宽。行，不管你们家事儿了，我也不管你了。可我姑娘还给你们家修着车呢，多累呀！Serena, hey, just don't. Hey, listen to me. Just relax. Go away. Hey, Serena, I made listen to me. contact with the woman. No, but you misunderstood. Hey, Serena, listen to me. Take it easy, all right? Listen to me. Let me explain. Serena. Sorry, it's my wife's fault. Serena, How just dare you! Hey, Serena. Fortunately, skin trauma will soon recover. I'm sorry that you experienced such an unpleasantness. Our hotel will provide you with compensation, and we wish you have a good rest. Goodbye.
疼吗？还行。对不起啊，都怪我。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没来得及。真够笨的。就你聪明。行了，我呢没什么事就先回去了啊。哎，你要不再多坐会儿呗？害怕了？怎么可能？我胆子没那么小。是啊，我一个大男人啊，在你屋待久了也不合适，所以你要真的害怕的话，我就住你对面，大声喊就行了。再说我们明天就回去了，不用害怕。好。走了。损毁成这样，怎么修啊？大新啊，哎，看来还是电机的事儿，门子儿的产品。那这么说，责任不在于我们？怎么不是咱们的责任啊？整个机车都是咱们生产的，这责任能推卸吗？还是得我们自己去修。上次卢氏成轨的事情，门子尔的维修费有多高，大家也都清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自主研发出质量可靠的电机，就会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原来项目的电机一旦研发成功，比卢氏使用的电机性能更好，也能满足莱恩锡轨道动力要求。是，现在看来这个电机问题成一个关键的了。金城，你看咱们这样啊，抓紧这个电机和莱恩锡转向轨的这个试验，一旦这个试验成功了，什么云来的订单啊，这个事故车呀，就同步解决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能做到，我相信你们。你们说呢？有信心，谢谢。干活。我这刚回来，有什么急事找我呀？你手怎么了？哦，没事，磕了一下。到底什么事儿啊？没事，我走了。我就是想问问，莱恩锡的事故怎么样了？严重吗？事故车呢，已经运回来了。运回来了？这么严重啊？那我们家集团怎么样了？哎，这事儿我还真给你打听了一下。本来富士集团应对措施还挺及时的。出了事之后呢，你们集团的事故小组一方面联系保险公司谈理赔的事儿，另一方面联系伤者家属谈赔偿的事儿，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什么？这么跟你说吧，你们集团内部斗争好像还挺激烈的，再加上莱恩锡的记者、媒体跟着炒作宣传，现在已经有伤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不太好，弄得还挺乱的。现在你们公司的股东想趁乱上位，都是你爸压着。你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对了，我在兰溪碰到你爸了，他让我跟你说，一个快30的人了，别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耍性子。我不是让你别告诉他我在哪儿吗？你傻呀！我不跟他说，他就不知道吗？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说教。行了，不说了。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公司肯定会派人过来跟江车谈赔偿的事儿，不知道你爸来不来？谁知道他来不来啊？哎呀，管他呢。哎，回来了，甜心。哎，不是7、8天吗？啊，也差不多，差不多，真快啊！怎么了？你这几天没吃晚饭？吃了。吃什么了？吃方便面，我有时候会煎鸡蛋啊。你什么也没吃。我以后哪儿也不去了。我想好了，等高铁成功了，我天天陪着你。咱们也去旅游，去法国。你走哪儿，我跟着哪儿。我肯定，我陪你陪得让你烦。再来，等你的伤好了再打吧。怎么样？你手上这伤怎么弄的？真一没跟你说什么吧？没说什么。你这伤跟他有关？没有啊。那个笔记本，真一，你怎么来了都不说话呀？我去你的办公室，看你不在，所以我就想你应该在这里。
你没有事聊，我就先回避一下。所以你们在莱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金州哥，我的日记本你都看了吧？嗯，我看了。我一直想要找机会来跟你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一个是我爸，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日记本记录了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情。我之前一直以为那种感情就是爱情，可是当我把日记本放到你桌上之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我很害怕。看了那本日记之后，我心情还是挺复杂的。我一直想要找机会跟你说，但还是怕会伤害到你。不过这阵子呢，我想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习惯。我习惯了你对我的好，所以当有另一个人出现要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好的时候，我舍不得。不过荆州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从来都不会失去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哥哥。听你能这么说，感觉挺开心的。你终于捋清了自己的感情，但同时心里面也有一种失落，感觉自己被人甩了。难道不该是一种解脱了的感觉吗？我真的挺佩服你的，面对自己的感情，你比我勇敢。等到你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的时候，没准你比我更勇敢呢。我这个妹妹呢，已经霸占了你10几年了，我不能再这么自私了。所以，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没了。莱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没什么。新洲哥，你能不能把我的日记本还给我？你的日记本没在我这儿啊？哎，心怡，哎，年年，哎，你要想了解靖州，还有一条捷径。捷径？
李老，聪明。但是你要换一个身份去。什么身份？金石爱好者。你看你写的一手好的小楷，在预备几枚印时上门求章。李院士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篆刻，这样你们很自然的就可以聊到一块儿去。哦，心仪真狡猾。董事长，莱恩西的故障车已经运回来了，研究院那边工程师们正在全力的抢修，保证修到富士集团满意。富士集团应该快来了吧？啊，快到了。想好怎么应付了吗？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门泽尔的电机。虽然说我们目前还是处处被动，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机车修好，再就后续的赔偿和后期维修事宜进行协商，应该不会很困难。对，修好机车只能证明我们的维修能力。怎么挽回大家的信任，这才是关键。您说的对，这次新闻满天飞，这个事故已经把我们江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为什么把整车运回江车来维修？我就是想拿数据说话，向世人证明我们的车是可靠的。对，做。王晴回来了，不早说呢。小事，不想影响工作。你们两口子为了工作，家不像个家。要不然把阳光接回来吧，那么多人帮你照顾。不用，王晴马上就调回来了，等他一回来，再把阳光接回来就行。这个温暖送的真及时啊，我都快饿死了。哎，你的伤好了吗？哎，这都小伤，没事了啊。蒋华他们呢？他们正在准备做那个电机实验，都在那边忙着呢。所以呢，我这刚从义工那边回来。怎么样？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是说只是电机的问题？还没全部检测完，目前看只是电机的问题，还得还原脱轨实验。不能还原，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这次出事的时间段乘客不多，但还是有不少人受伤，所以我们的车一旦出事的话，就会有很多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会毁掉很多的家庭。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完完整整的还原所有细节，绝对不会漏过一个可疑之处的。辛苦你了，快吃吧。特别好吃，你要吃吗？谢谢。多吃点儿。李爷爷，你好。年年，你端午节有安排吗？到我们家来吃饭吧。端午节啊，怎么你没时间吗？有倒是有，那就这么定了。好的，我到时候带粽子去。到时候见，拜拜。好。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林公，怎么了？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会不会进江车了吗？从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啊？就想知道。后悔了？现在说后悔可能太早了，但是这里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我怕在这里实现不了我的抱负。要不要再多给自己点时间？韩总监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有件使不出来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好，我来给你想办法。别想那么多了。我觉得让李岩峰同时跟2个组太累了，不现实。能不能让叶公放人啊？这是他的意思？不是，我怕他吃不消。这不是劝不劝叶公的问题。李岩峰本来就设计云来转向架，这没有他肯定不行。那要不我放人，让他专心研究转向架。李岩峰肯定也不可能。你是不是改了我的变流器模型？你还做了我的实验，你还把我的报告都给写了？是啊，那又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他们给你安排的工作呀。他们的工作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你也不能把我们的工作都给抢着做了吧？啊，就是，我们知道你聪明，但是你也没必要甩人家脸上嘛。哎，这简直就不像话！就你厉害。我倒有个想法。你说。那个新来的助理工程师唐果，他的技术挺不错的，我想让他跟李岩峰搭档，这样也可以帮到他。这小女孩一进到公司就要求去难度最大的组，现在李岩峰那边可不就难度最大吗？你觉得可以？你安排吧。好。大哥，你别一天10几个电话催我了，行不行？现在叫什么情况？电机坏了，修不了，只能靠着我们研发的电机救命呢。你不是说过你们用过一次中国的电机吗？那你直接换一个不就完了吗？那也得你们富士集团同意了才行啊。我同意了呀，我相信你们啊。行，你呀也代表不了富士集团，我呢还代表不了江车，咱俩商量了得了啊。不是，这怎么能算了呢？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们的电机不行，你不敢换？我们家质量杠杠的呀。哎，我们家电机现在还更新换代了呢，只要实验成功，马上给富士集团出具数据支持。只要富士集团同意，说换立马就换。哎，对了，那个富士集团的特派代表来跟你们谈了什么赔偿条件啊？我哪知道啊，这人还没来呢。那要不等人来了，你也跟我说一声。哟，哎，我发现你对你们家还挺上心的啊。要不你就给你爸打个电话，你说你让你自己当个代表来了，不就完了吗？我才不伺候呢！真是。这儿。给你找了个帮手。糖果。啊。年记者，原来是你。过节了，李爷爷让我来家里吃饭。哦，专门给他带了粽子和健力多。你上次送给他的补品，他都没吃完呢。没事啊，可以先囤着，因为你平时也忙，
这也算为你分担一点了。谢谢。李爷爷呢？哦，我外公他说突然有点急事，出去了。他跟我交代了，让我好好招待你。哈。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用，我来就好，没事。没事。没想到你这个大忙人还会做饭。很小就会了，做的其实还不错。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好啊。所以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弹簧的位置一定不能超过这个核定范围，如果超过这个，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060057这个编号的位置，这个弹簧一定是最关键的。林工，这自从糖果加入咱们之后，咱们进度真的快了好多。那必须的，你也不看看他是谁挑的人。哎，要我说啊，这糖果就是女版的李岩峰啊。你说的对，我每次看见糖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照镜子。你这是在夸我吗？就算是吧。加快速度，时间就是生命。对了，兰溪那个事故原因找到了吗？找到了。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门泽尔电机的耗损。电机啊，那我可以做一次专访吗？目前还不太合适。我们江浙所有人都明白这起事故的严重性，所以从研究所到维修部，每天都在加班加点，想尽快解决故障。如果在没有修好之前，我们就做新闻，指责其他厂商的部件，这有点逃避责任的嫌疑。你考虑得很周全，不愧是江车的中流砥柱，既让人安心，还在工作上不可或缺。那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得从这起事故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规避未来的问题。而且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得继续排查。对于我们轨道交通事业来说，安全是高于一切的。哟，没想到你还挺麻利的。师傅，你要的报告。你还有事吗？对于这次兰溪机车的事情，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这件事儿啊，心里头最不是滋味的应该是我。我真感到很愧疚。师傅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们今后要想做到心里不愧疚，那么就得把眼下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精准些。明白。那这次的事情对原来的订单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事儿你别想那么多，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就行了啊。哎，别太累着。
幸好当初没答应跟着叶公，他的能力啊根本就不如你。我以前啊也不是很喜欢叶公，但是后来我对他改观很多。改观？改观什么呀？你烦的要命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愿不愿意听？什么故事啊？走。以前啊，有一个人，他呢，小时候很穷，父母呢体弱多病，弟弟妹妹有一大堆，所以他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了，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啊，很多企业呢就不愿意收留他，他就只能做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收废品、摆地摊儿，养家糊口。他不仅要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学。那就这样，瞎混了几年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好机会，一家大型的国企招工，他兴致勃勃就去考试了。监考的人说：“我们要招的是高中毕业生，你一个初中生来瞎混什么呀？”他说：“我是初中生不假。但是我要是考不过高中生，那我就死心了。”那后来呢？他去参加考试了没有？去。他在考试的前一天啊，还在工地中搬砖干活，第二天臭烘烘的去了，所有考生都笑话他。但是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大家都笑不出来。他的考试成绩，在当时近1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我知道他是谁了。对，他就是叶公。后来他进了厂，被分配到车间当学徒工，用工资养家，所以呢，他就报考了叶大。当时为了练习英语纯正的口语发音，他当时在嘴里含了一个小石子，含了整整1年多。另外在那几年，他还搞了100多项小发明、小创新。你呢，要想批评我就批评我，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批评你干嘛呀？我当时也不是很喜欢他，还差点跟他打起来了。但是我越了解他，对他剩下的就只有敬重。你想想，一个初中的毕业工人，仅凭着对机车的热爱，一步一步的成为了江车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难道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敬重吗？值不值得敬重呢？只有我看到才算。汤已经煲上了，一会儿就能吃饭。嗯。扬伊万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米哈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截了一大段给孤儿披上，还画了2道横杠，多暖的画面。伊凡诺维奇所作的圆舞曲，旋律以小调色彩为主，优美舒展，却带有淡淡的忧伤。没想到你也喜欢这些。那天听心怡又提起你父母的事儿，真的很难以想象，你从那么小开始，就要承受那么大的苦楚。都过去了。但是那种伤害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甚至带走了你眼里的光芒，嘴边的微笑，甚至是你的七情六欲，最后把你变成一个木头人。原来你是这么看我。我逗你呢。人是情感动物，其实越是看起来无欲无求的人，越是深深把情感埋在心里。
我倒是听出了你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啊。你是想说真一吧？李岩峰想跟林真一在一起，你就认林真一当妹妹。心怡和林爷爷想让你跟我在一起，所以你就留下来给我做晚饭。你不想让哥们儿伤心，不想让长辈失望，但是这些都是他们的感受。你的感受呢？所以我想好了，我不再给你任何压力了，直到你理清自己的情感思绪。如果你真的爱林真一，你就要为自己活一次。其实真一都已经跟我说明白了，他只是把我当哥哥，之前那些都只是误会。那你的感受呢？你怎么一副采访的架势？你别岔开话题，你还没回答我呢。真一跟我主动挑明，说我们之间只会是兄妹，不会再有更多。但是我心里吧，还是会觉得有点失落。所以我真的不太弄得懂自己。我一方面特别希望严峰和真一在一起能够幸福，但其实我内心的确有点难过。那我就放心了。什么？至少说明你还是有人类正常情感的。之前有人跟我说他是个不婚主义，我才不信。这一点我不能认同啊。不能认同你有正常人类情感啊？你真的是骂人不带脏字的呀，不愧是出镜记者。哼，多谢夸奖。不过说出来，的确舒服多了。谢谢你让我当你的听众。我不行了，我太饱了。爸，你以后别做那么多好吃的了。哎呀，你离开家那么长时间，我不得做几个好菜犒劳犒劳你啊？哎，莱恩西城铁脱轨，这问题呢，就出在电机上。江车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呢？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看着干着急。你帮得上啊？工作室的仿真技术啊！哎呦，你快别提了，这工作室啊一直亏损，现在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FO 也没什么信心了。我估计啊，这工作室早晚得关闭。爸，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也没想好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工作肯定是难找了。哎，要不然我再弄个修车铺吧。弄什么修车铺啊？要我说，你就干脆退休得了。我就保证负责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你呢就负责每天钓钓鱼、养养花、跳跳广场舞什么的，最好再勾搭个漂亮老太太回来。你想什么呢？自从你妈去世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想过找老伴儿这事儿了。爸，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不寂寞吗？爸早就习惯了，所以啊，爸爸希望你赶紧找到你人生的陪伴。
这人呢是需要陪伴的动物。我知道了。嘿，看来我闺女有想法了。谭静洲，不对，从莱恩西回来就不太对劲了。我看呐，就是李岩峰那小子。哎呀，没有的事儿，我只是觉得他没以前那么讨厌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总欺负我，所以……哦，是吗？但是那个小胖子可不是这么想的吧？要不然他干嘛老早搬到你隔壁去了？我决定了。决定什么？我要搬回来住。啊，女儿，爸爸就是逗逗你，你别那么冲动啊！你搬回来住，那上班多远呢？再说那个小胖子住你隔壁，爸爸放心啊。我搬回来又不是因为别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回来陪陪你了。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去洗碗。我一会儿给你泡杯茶。你借这个酒消什么愁呢？谁说我消愁了？就这一杯我都喝一晚上了。行吧，那你自己慢慢喝啊。我厂里还一堆事儿，我得回去了。走了啊。你知道吗？你在特别内疚的时候，脸上就会出现一个特定的表情。什么表情啊？哎，就你现在这个表情。有话就直说。我觉得吧，人不应该为自己不认同的标准而活，但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人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有些事情该认错，他就得认错。李岩峰，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天天就跟个孙悟空似的。自从你进了香车，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就跟个唐僧似的，天天叨叨叨叨叨叨。行，你爱说我像什么像什么。我当初一心进江车啊，可能真的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但是我在江车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慢慢发现，我是被一种更大的使命感所召唤。我觉得人啊，真的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会感受到这种使命感。所以，你现在不能逃避。我逃避什么了？我那是为了清空内存，给我真正的使命留出空间。哎，行，随便你怎么说。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你们集团代表杜婉仪明天来江车协助调查，你要是没事儿就过来看看。说了不去肯定。不是，你等会儿，你刚说明天来的我们公司代表叫什么名字？杜婉仪啊，说是你们公司的高层。这杜婉仪，就是4月天啊？不会吧？说的嘛，闹半天在这儿等我，知道不能跟我结婚，就趁我们家出危机的时候，想从内部瓦解我们。杜婉仪呀，杜婉仪，你这哪是4月天呀？那分明是3伏天的毒态呀！不行，我明天得去。我觉得不至于吧。再说了，你不是不那么在乎你们公司的事吗？我说你缺心眼儿啊！我跟我爸过不去，那我也不至于跟我家底儿过不去啊！不行，不能让他得逞。
杨总您好。你好。我是富士集团的代理执行副总裁杜婉仪，受老傅先生委托，来和贵集团就莱恩西机车事故进行洽谈。你好，杜女士，我是江车集团的总经理杨志刚，这位是我们莱恩西危机公关的负责人谭静洲。那好，里面请。好，请。杨总，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莱恩西媒体这几天的新闻报道？莱恩西城轨在国内外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而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机车脱轨造成的。杜女士，对这次不幸的事故，江车深表歉意。相信你也已经了解，故障的电机是门子尔所生产。当然，我们不会逃避责任，一定会尽全力抢修机车，挽回损失。首先，我代表富士集团感谢江车集团的诚意。不过，这次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商讨赔偿事宜的。那么，让我们来先看一下富士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的实际损失。这是代表集团股票价格的曲线，诸位可见，自从发生了机车脱轨事件后，股票的价格就一路下行。第二个下行拐点就是老傅遭到董事会排挤的消息被放出。第三个是去年江车集团在莱恩西试车失败的情况被媒体再次翻出。我相信，等到江车集团完成机车检修的工作，并出具安全证明之后，富士集团的股价会立即上扬，这是可以挽回的。但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自从出事以后，富士集团已经失去了2个大项目，不算未来收益，光是集团为了这2个项目长达半年的筹备，我们就已经损失了4000万不止。当然，我不是来和江车集团讨要这些损失的，不过作为赔偿，我方希望江车集团能够拿出此次脱轨事件造成的城铁停运损失费，并且保证在未来的20年内，如果江车机车再次出现此类故障，4月天，你闹够了没有啊？对不起，谭总监，这位先生说他是富士集团的继承人，非要进会议室，我们没拦住。他确实是富士集团的，没事，你先出去吧。好的。谈判是吧？我才是富士集团的唯一继承人。要谈也该跟我谈，而不是跟一个跟我们家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人谈。不好意思啊，富尔先生，富士集团并没有通知我们你会出席今天这个会议。我现在通知你了，可以吗？傅先生，老傅先生委派我全权负责和江车的对话。这个会议由我代表富士集团发言，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跟您父亲沟通。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吃这套。我跟他没什么好沟通的，真有意思啊！我原本以为上次告别你是真想通了，闹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不就想趁我们家困难的时候逼我娶你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拿这么严肃的谈判来成全你的感情，做梦！你干什么呀？什么我干什么？我在讨回公道，我干什么？赶紧跟我走，别影响双方谈判！别拉我！松开！杨总，特别抱歉，如您所见，我们在内部分工上发生了一些分歧，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待我们处理完内部问题，再继续开会。好，可以。那杨总，我先告辞了。啊，我送你。哎，别走啊！哎，你别走，别拉我！别走，别丢人了！
怎么半路又杀出个小富儿啊？他那杜女士怎么回事？听说小富儿和老傅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老傅给那小子安排了政治婚姻，而小富儿跟严峰又是大学死党，所以来到中国投奔李严峰。还有这么回事呢？那这个杜女士就是那个被抛弃的新娘了呗？应该是了吧？真够乱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抓紧时间维修吧。走。走，放开我！快点，放开我！走。你刚刚干嘛拦着我？你知不知道4月天就是狮子大开口，摆出那么苛刻的赔偿条件，这分明就是想破坏2家企业未来一切合作的可能。你懂什么呀？在谈判中，双方都会把自己的需求夸大。你没听他说是未来20年吗？他这是有心想要继续跟江浙合作，他只要想要合作，他就会继续跟江浙谈赔偿，但具体赔多少那是谈出来的。那还不是他这么干的，一上来就哭穷，弄得好像我们家马上就要破产了一样。他不就是想夸大我们家的困难，然后趁机跟我逼婚吗？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以富士集团现在的形势，如果再失去几个项目，就可以跟法院提交破产保护了。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回家看看，回兰溪看看，回去看看你爹，别在这瞎捣乱。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你们男男女女情情爱爱，那不一样。年姐来了。你好，杜女士，我是江州电视台记者，我叫年年，我想就这次莱恩西机车事故给您做个采访，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年记者，我想就这个事件，我们已经表过态了，江车集团需要承担，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机车质量问题造成了我们严重的损失。根据我的了解，这次出事的富士集团事故原因是因为门泽尔的电机有问题，是吗？没错，是门泽尔电机。但是我们是跟江车集团购买的整车，所以我们只针对江车集团追责。虽然我们也不否认江车集团在这次事故中应急处理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毕竟坏的机车就在那儿。我们富士集团在这次事故中损失惨重，也希望媒体朋友体谅我们集团对江车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安全保证的急切心情，谢谢。希望谭总监他们能够尽快度过这次危机。嘿，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王叔，您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啊？这车是我设计的，现在在这儿躺着，你让我怎么睡得着啊？你这儿有什么进展没有啊？其实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但是我总觉得……你觉得什么呀？你说。也不好说，我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你哪儿最想不明白？王叔，我觉得除了电机，这2处似乎也有问题，需要明天再检查一下。对对对，
如果在……没事，你说哪儿啊？王叔，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这么晚了，是吧？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我呢，刚才已经理解了您刚才的思路，我自己改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也休息吧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收工收工。不是，快！行，那我也回去睡觉。来。Appraise this file from Force Company。总部已经确定了，我们集团没有问题，这就是江车的机车问题。准备一下，开新闻发布会。不。手机。我们已经排除了铁轨、障碍物，包括司机操作失误等方面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此次莱恩锡事故完全是江车集团的责任。综上所述，我们会尽快的向江车集团进行严格的追责，要求江车集团为他们的过失承担全部责任。也希望江车集团就本次事件给富士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作出赔偿。同时，我代表富士董事长正式宣布，鉴于本国交通部协商，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停运全部从江车引进的25辆城铁机车。志毅，怎么了？明光，出事了！对，小谭来了。董事长，现在情况是这样：莱恩锡第一个发出停运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很多购买过我们机车的城铁公司都纷纷跟进，叫停了我们江车生产的机车在本国运营。在全球，我们大概有85辆车被停运，下个月还会有更多。这意味着我们这么多年努力打造出来的品牌形象，即将毁于一旦。如果不能尽快完成维修，造成的影响会更严重。莱恩锡的事故现在影响的不仅是已售的城轨，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在售和预售的所有订单。100减1等于0。最初是以监狱的一项职责纪律，说的是
不管你以前干的怎么好，在你管理的众多犯人中，只要有一个逃跑，那就是永远的失职。后人就把这个定律用在了商业和企业管理中，有着同样的含义。对顾客而言，好就是100，不好就是0，没有中间值。而且我们卖的不是手机，坏了再换一部。我们做的是城铁、高铁，承载着成千上万人命的轨道交通工具。所以，江车所有的设计质量问题就会变成人身安全问题。只要一个人在我们设计的车辆里受伤，江车的荣誉就归零。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安全问题。我们对安全隐患必须是零容忍。如果一个企业持之以恒地做到了，肯定能成功。很遗憾，我们没有守住这道防线。王总工，这次的故障车检查到什么地步了？除了门泽尔的电机，这次事故中到底有没有我们江车技术问题？这个事故的原因正在彻查，我们找出了所有受损的元件。如果受损的元件不是正常磨损，那就是江车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江车所有的工程师和相关人员都投入到目前的这个全面检查中。要检查江车的设计、生产体系中所有的漏洞，要一查到底，明确问题，落实到人。好。林正一，林正一，你等等，等等，你干嘛去啊？哎呀，你不用问了。哎，我知道你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但你现在不能去上报。如果就算要上报，也要让他自己把报告做出来再说。你不是负责人，如果你去上报，他会很被动的。我当然知道了，自从我进入江车以来，一直都是他在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我查出了问题，但我却瞒下来不告诉他，也不上报，他肯定会对我很失望的。但是也不该你来说呀，以他的责任心，出了事情是不可能推卸责任的。而且，我觉得他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他知道了？是啊，我刚发现这项目是他负责的，